嗨，我是曾经在大陆航空待了2年的空服员。今天我要告诉你，在大陆航空公司当空服员可以赚到多少钱。虽然这2年疫情都没有开放什么空服员的职缺，但是如果未来你想要考空服员的话，希望这些资讯可以让你厘清空服员的薪资组成，还有收入的水平。或是如果你是其他家空服员，想要知道别人领多少的话，你也可以参考一下我曾经的薪资。首先，空服员其实有分廉价航空跟一般全服务性质的航空公司，那它的薪资水平还有组成也会有不同，但是也不一定是廉价航空的空服员就会一定领的比较少，还是要根据你所在的地区，还有你的公司，那你的工作内容可能也会因此不一样。比如说，廉价航空公司因为为了节省成本，会不雇佣清洁队，然后会请空服员来清扫客舱。然后廉价航空会更注重在机上商品的销售，比如说卖餐点啊，或是周边商品等等，来提高公司的营收。廉价航空空服员的话，也可以从中抽成比较高的抽成，抽成多，薪资也会其实蛮可观的，但是也可能浮动很大，就跟业务一样，可能这个人卖的比较好，这个人卖的比较不好，他们之间的薪资就会差很多，所以跟你的个人的销售业绩也有关系。那就进入到薪资组成的环节，空服员的底薪就是根据你的机制还有资历来界定，机制也就是根据你的考绩啊、日常的表现、公司对你的印象等等，一层一层的升上去。同样是客舱组员，已经升到1级的人，就会比9级的人领的底薪要多很多。那我当时的底薪是4000块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补贴，在我的公司，因为我是台籍的组员，所以公司会相对的提供更多的住房补贴，还有交通补贴。住房补贴就是公司补助你到外面去租房子的钱，交通补贴的话就是公司补助你，比如说上下班或是坐车到机场出差飞到别的地方，这些费用公司也有交通补助。住房补贴是4000块人民币，那交通补贴是1000块人民币。其实当初我在北京租房子的时候，4000块已经可以租到非常好的房子了，那也算是薪水的一部分，所以大家都会想要尽量压低租比较便宜的房子就好了。那我当时就是跟我的同学一起租了一个楼中楼，其实算是还蛮好的房间，就是有两个卧室、2个厕所、1个厨房、1个客厅。那当时我租的租金1个月是2700块。飞行小时也就是你当月的飞行小时的总和。在我的公司的话，飞行小时的计算单趟的话是从飞机起飞离开地面以后算开始，然后结束的话是飞机降落一直到引擎关闭以后。那一刻就算结束。那飞行小时的时薪计算是阶梯式的，根据不同的区间有不同的时薪。60个小时以下，1个小时是40块；60到80的话是1个小时50块；81个小时以上的话，1个小时就是60块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超过80小时的话，有一个额外的飞行奖金是3000块，当月飞超过80小时就可以拿到这3000块。其实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超过80小时，但是如果你有请假的话，或是你那个月都比较不幸，就飞到比较短的班，那一直累积不上去，超过80的话，你可能到月底，可能就是差不多75到78、79，那一直算到这个月的最后一天，你都没有超过80的话，你就会少了那3000块，那个月的薪水就可能会比较少，因为3000块就真的差蛮多的。再来就是每日津贴，空服员的话到外站会有一个过夜费，也就是在外站的零用金，是公司提供你在国外的时候，在当地有一些消费，比如说吃饭或是交通等等，每天都有一笔零用金让你消费。像我的国际外站过夜费的话，是以北京时间来算，每过一个午夜12点，就算过了一天，那一天就有50块的美金来做当天的零用金。那要是你出差越多天的话，就以此类推50、100、150这样子算。再来就是年终奖金，年终奖金其实没有固定的算法，还是要看集团当年度的营收怎么样，或是当年度的考绩啊、个人的表现，来让公司决定你的年终奖金会领到多少。那我当时大概是1万出头左右，也就是可以算是我飞的比较少的1个月的薪水吧。然后比较特别，那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处罚罚金，这个就不是薪水，而是倒扣的。公司的处罚力度是非常的大的，只要你犯了任何错，都会有相对应的扣钱来当做你的惩罚。那每个处罚都有相对应的罚金，再视情况来加重。比如说有一次我是要出差，坐车到机场，然后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执行航班，但是我算错时间了，所以我没有搭到那班飞机。那在公司的角度，我就是浪费了一个空座，没有卖出去，我自己也没有使用到，那公司就会有处罚。这样的话，一次就是扣800块，或是像我另外的同事，他是睡过头，没有执行到航班，
有没有跟公司请假，那这样就是算漏飞。漏飞的话，一次就是扣500块。如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客诉的话，也有可能扣到3000块，然后连带的你可能会被降级之类的，就是客诉的情况严重程度，让公司来决定对你的处分。所以扣钱的时候真的是不手软。那我们来试算一下，这样子一个月可以领到多少薪水？也就是如果我飞了90个小时的话，4000块的底薪，再加上飞行补贴，各个区间的时薪，再加上3000块，就是超过80小时给予的飞行加急，再加上5000块的住房交通补贴，这样是16050。假如当月有4天的国际过夜的话，就是算$50乘以4，那就有200块美金，换算大概是1300块左右。那这样总共加起来就是17350块，是我当月的薪资。其实我自己在试算的时候有吓到一下，就是有这么多吗？因为可能那是因为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这个，然后我没有什么理财观念，领到多少基本上就是花多少，所以我没有特别在计算到底是领了多少钱，就是大概领到的时候看一下这样子。而且有一部分因为它不是台币，就毕竟不是你用了那么久的币值，所以有时候花的时候，然后我的本薪跟我的过夜费是分开发的，就是有一个是月中，有一个是月底，所以其实不是在同一天拿到这整份薪水，是分了2个部分。应该有人会觉得这样一个月的薪资还蛮优渥的吧？但是其实在我公司，薪资的落差有时候也会蛮大的，这关系到你排班的命运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这个月都是飞中国大陆的境内班的话，第一你会非常的累，因为这种班可以连续接4到5天，再让你有放假休假日。跟国际班不一样，是国际班飞到当地一定会休至少24小时，再飞回程，飞回你原本的基地。第二个就是你的时数会不多，因为你都是飞来回班，那时数也不会像国际那么多。那如果你很不幸的都是飞到比较近的城市的话，每天的飞行小时都很少，到月底你就会发现你只有70几，连80都没有超过。那个月可能就是连3000块的奖金都领不到，那你就知道那个月不会领太多。但是我粗略的估计一下，大概一个月大约是领11000到18000左右。好，那这支影片就蛮详细的、快速的公开了我当空服员时候的薪水。那如果你还想知道有关空服员的生活的话，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或是按赞订阅我的频道。有关航空或是出国旅行、购物这方面的主题，我也可以尝试的做看看。那今天就这样喽，拜拜。